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因果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呢，因果关系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这个世界上存在因果关系吗？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之上的，还是我们人为主观建构出来的呢？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啦，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之上的。我们都认为一切事情都有它发生的原因，对吧？我们总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学习成绩不够好为什么我体重超标为什么我买的股票价格下跌？为什么呢？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总爱问为什么呢？就是想找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你学习成绩不好，是学习方法不对，还是学习态度有问题？你体重超标，是因为吃的太多呢，还是因为动的太少？股票价格下跌，是因为技术性调整，还就是因为你买了所以才跌，对不对？只有找对原因以后，你才可以去针对原因做出改变。但是问题在于，你千辛万苦找到了那个原因，与你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之间，真的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说 A 是 B 的原因，但是这两者之间真的有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的联系吗？当 A 出现了，就必然会导致 B 也出现吗？他俩之间的联系会不会只是我们心理上产生的一种幻觉？现在有不少哲学家和统计学家都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是我们主观上形成的一种心理习惯。甚至这个因和果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现在这个主流的大数据科学就已经放弃找原因了，对吧？所谓只看相关不问因果，那只要我们统计下来发现两件事经常伴随着一起出现，你也甭问到底其中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事儿说不清楚比如统计发现进超市买尿布的人同时也喜欢买啤酒，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吗？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你作为超市老板就把啤酒和尿布放在一块儿就好了。这种只看相关不问因果的立场，如果推到极端它在哲学层面上甚至就有一种古老的偶因论就有点相通了什么是偶因论呢？就说你看到台球桌上白球撞击了黑球，然后黑球移动了你并不能说白球作为原因导致了黑球的移动，而是呢有一个更高的力量你叫它上帝也好，叫它其他什么也罢，它一方面让白球运动到黑球处，另一方面又让黑球移动了。不仅台球是这样偶因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这样，并不存在什么 A 导致了 B， 世间万物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呢都是各自独立的，被更高力量所分别调试的。所以如果我们做科学研究就不要研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只研究相关性就好啦。但是呢，人工智能可以只看相关不问因果我们人类也可以摆脱因果思维而正常生活吗？就比如说呢，你手捧一束玫瑰花，在情人节那天向姑娘表白，姑娘问你为什么向我表白，你回答说因为我喜欢你，我想要和你在一起，所以我向你表白了，对吧？这是我们原有的因果世界观。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跑过来跟你说，这个世界没有因果，只有相关，你应当这样回答姑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根据统计研究发现，手捧玫瑰花在情人节这天向姑娘表白，与姑娘接受表白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恭喜你，小伙子，你掌握了大数据思维。无论是偶因论也好，还是那些大数据分析也罢，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从智力上放弃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追问。前者是诉诸上帝这种神秘力量，后者根本就是不问因果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不问因果的世界观，我们就需要在道理上想明白因果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就试图来把这个哲学和科学上的超级大问题给掰扯清楚。提前说明一下，对于这个超级大问题三言两语真是讲不清楚所以本期节目呢，时长将会有1个多小时我们今天这期关于这个大问题的回答，横跨了古今，也横跨了多个不同学科横跨了哲学、自然科学、统计学、逻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本期节目接下来将要出场回答因果关系是什么的代表人物有：主张世界自带因果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主张因果是主观心理联想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主张因果是人的认知结构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因果是反事实条件句的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大卫刘易斯，以及主张因果是可以写成代码的美国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朱迪亚波尔。本期节目将会分别介绍这5位哲学家对因果关系是什么的看法，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谁的看法更有道理。
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出场。谈到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不能绕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啊。亚里士多德作为古代哲学和古代科学的集大成者啊，他的因果观很大程度上就为后世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亚里士多德认为啊，自然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啊，它的主要课题就是研究事物的原因，而这个自然哲学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啊，自然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搞清楚自然万物的本源和原因。亚里士多德强调啊，知道一个事物就必须知道它的原因，而知道了原因就意味着我们理解了它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知道了原因就知道了事物的本性啊，这就意味着事物存在及其运动变化的原因啊，来自其本性。这就是说呢，因果关系是这个世界中的事物自带的，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有的结构和秩序。那究竟什么是事物的原因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啊，当我们问一个事物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在问这4种东西啊，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著名的4因说。那第一种原因呢，就是质料因 （material cause）。回答的问题就是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也就是构成事物的材质比如说呢，一座雕像的质料因呢，就是大理石或者青铜这样的材料，没有这样的质料那么雕像的形成便无从谈起。第二，形式因 （formal cause）。回答的问题就是它之所以是它而不是别的东西的那个结构或本质是什么比如雕像的形式因就是工匠脑中的设计蓝图。第三，动力因 （efficient cause）。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它从潜能状态变为现实状态的直接推动者简单说，也就是什么让这个东西动起来的。那雕像的动力因就是雕刻家和他的工具正是他们把潜在的形象一点一点的从石头里面给雕出来的。第四，目的因 （final cause）。回答的问题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就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地方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世界观。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总是有一定目的的。拿雕像这种人造物举例子雕像的目的因就是为什么要做这尊雕像或者是为了纪念某个英雄或者是为了美化庭院等等这样的目的那这种人造物的目的呢，是人为它赋予的。那自然物虽然没有人为它赋予的目的因那自然物也是自带目的因的比如植物的根向下生长是为了吸收水分和养料叶子呢向上伸展是为了吸收阳光啄木鸟长出坚硬细长的鸟喙呢是为了啄木，鱼长出流线型的身体是为了游泳等等等等。反正万事万物都是自带目的因的。但是呢，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也就是伽利略、牛顿他们搞出了经典力学以后呢，这科学家们呢建立起了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因而呢也就摒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世界观。亚里士多德4因说里面的目的因就被后世的科学家们视为一种不必要的玄学成分。科学家们呢只重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4因中的动力因，对吧？这也就是牛顿力学中的力嘛。不过无论近现代的科学家们怎么摒弃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在一点上还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因果观的，那就是因果关系是这个世界中的事物自带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对吧？牛顿力学告诉我们，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小球 A 撞击了小球 B， 导致了小球 B 改变了运动状态，那 A 就是 B 的原因确切的说就是 A 施加的力是 B 的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而这其中的力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动力因，这个力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就是这种因果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与亚里士多德看法一样近现代的科学家们也认为，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事物的原因，科学研究就是找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规律。那找到了其中的因果规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预测事物的运动发展，这就是现代科学所谓的找原因做预测的能力，对吧？牛顿力学让我们躲在小黑屋里面就能够精确地预测出千里之外的物体的运动轨迹。号称是法国的牛顿的19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对牛顿力学的这种找原因做预测的能力充满了信心。拉普拉斯放言，宇宙中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无非就是力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万事万物现在的状态是过去状态的结果，并且也是未来状态的原因。那么如果有一个超级聪明的智者，他能知晓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对于这位智者来说，这个宇宙的未来就会像过去一样完完整整的展现在他面前。这就是说，宇宙中没有任何不确定的事物，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能被这位智者精确地预测到。后人把拉普拉斯这里说的通晓一切的智者叫做拉普拉斯妖。
拉普拉斯妖的提出，意味着包括拉普拉斯在内的很多科学家对于科学的找原因做预测的能力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背后的哲学假设很明确那就是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科学的任务呢，就是去发现这些自然中客观存在的因果律。这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再到拉普拉斯所一脉相承的因果实在论的立场。也正是在这种因果实在论的立场的影响下呢，在18世纪整个科学界都洋溢着一种决定论的乐观主义。科学家们认为只要我们拥有足够多的精确仪器和模型，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像拉普拉斯妖一样预见一切，掌控一切。然而就在18世纪的科学家们欢欣鼓舞的时候，这时候呢，身在苏格兰的一位名叫大卫休谟的哲学家，这时候泼了一盆冷水，就说你们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近现代科学革命以后的科学家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都错了。其实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知识对事物运动发展做出的预测也并不是普遍必然的。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出场。如果在座各位了解一点西方哲学的话，会知道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解构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休谟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解构可谓是振聋发聩，直到今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得不面对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挑战。那休谟是怎么解构因果关系的呢？首先休谟把人类所有的知识分成了2类休谟的这个关于知识的分类被称作是休谟之差休谟认为人类的知识分成2种，第一种是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第二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那第一种关于观念之间的关系呢，其实也就是数学和逻辑学方面的知识那这种数理逻辑的知识不牵涉任何经验事实，纯粹就是在概念之间进行逻辑推理比如说2+3等于5或者说如果 A 大于 B 且 B 大于 C， 那么 A 就必然大于 C， 对不对？这种数理逻辑的知识是普遍必然的，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一点含糊的。研究这种知识你甚至都不需要出门，躲在自家的小黑屋里边，通过逻辑推理就能推理出整个数学大厦，因为他们的否定就会导致自身的逻辑矛盾嘛。这就是说呢，我们无需进行经验观察，只需要分析概念本身就能研究这种知识，对吧？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来自北京还是上海，无论你出自哪个国家，2+3也等于5，就算外星人来了，他也得跟咱考一样的数学卷子。好，那第二种知识呢，就是科学知识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就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这科学知识和数理逻辑的知识的重大差别就是研究科学知识是要观察经验事实的，对吧？科学家得做实验你不能躲在小黑屋里面搁那推理就能发科学论文了呀。而这种关于事实的科学知识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关于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的。休谟说这第二种关于事实的知识，也就是因果关系，并不是普遍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举例子来说你观察到太阳出来了，然后石头热了于是你就认为是太阳的照射造成了石头发热了，太阳照射是原因，石头发热是结果，对吧？你就得出了一条物理学的规律，太阳会把石头晒热当然你要做颗粒度更细的说法的话，那就是太阳所发出来的热能加速了构成石头的分子的运动。但是休谟就要问了，太阳出来了，石头热了，这2个事实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你说因为太阳出来所以石头热了，这个因和果之间有任何逻辑必然性吗？并没有因为它的否定并不会导致自身逻辑矛盾比如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太阳出来了，然后石头就冷了，完全有可能逻辑上并没有任何矛盾那既然因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怎么形成的呢？休谟说，所谓的因果之间的联系只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归纳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习惯性联想。那什么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呢？就是我们每次都观察到太阳出来了，然后发现这个石头就跟着就热了，已经观察到1万次，每次都是这样并且呢，我们每次都掏出了我们的小本本给记上了，而这个小本本呢，就代表着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然后呢，当第10001次我们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复习我们的小本本，我们的心理上就产生了一个联想到这一次这个石头大概率也会变热。这就是说呢，当我们观察到 n 次 A 事件发生都会伴随着 B 事件发生，当这个 n 的数字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在心理上就相信当第 n+1次 A 事件发生的 B 事件也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大。但是呢，这话说回来
概率再大，也只是概率而已。这只是我们不停地拿小本本记录以后形成的归纳。归纳是不具必然性的，因为完全有可能当第 n+2次 A 事件发生的 B 事件完全没有发生，对吧？完全有可能下一次太阳出来了，石头就变冷了。你别以为太阳出来石头变冷这事儿匪夷所思啊！一个现实中发生过的经典例子就是，这以前的欧洲人还没有发现澳大利亚的时候啊，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啊，他们看到了100只、10000只、100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无一例外。于是呢，欧洲的科学家们就在他们的小本本上记下的科学规律就是天鹅都是白色的，没毛病吧？科学规律吧？普遍必然吧？但是呢，一旦欧洲人去到澳大利亚以后，发现居然有黑天鹅，他们整个三观都炸裂了。我们再举一个大家都听说过的例子啊，那就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的火鸡理论啊，也就是被刘慈欣写进《三体》里的农场主假说。就说呢，一个农场里面有一群火鸡，这农场主呢每天上午11点来给火鸡们喂食。这火鸡中啊，有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啊，一直观察了近1年都没有出现例外啊。于是他宣称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那就是每天上午11点就有食物降临。他在感恩节这一天早晨向火鸡们宣布了这个伟大定律。但是感恩节这一天上午11点并没有食物降临，而是农场主进来把火鸡们捉去都杀了。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基于对经验的归纳而得出的关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啊，并不是普遍必然的，我们永远无法避免下一个黑天鹅的出现。休谟认为啊，并不是有什么普遍的必然的客观规律规定了太阳出来石头必须跟着发热啊，而只是基于我们的心理习惯，对吧？我们习惯这样的，对吧？我们习惯了看到太阳出来了，然后心里联想到石头就会发热，就好像我们习惯看到一只杯子从桌上掉下来，然后心里就会联想到它会摔碎一样。我们啊，从来没有直接经验到因果关系本身，我们只是看到事件 B 总是在事件 A 之后出现，于是习惯性的以为 A 导致了 B。这就是说啊，事物与事物之间无所谓有什么客观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主观建构的。休谟就这样解构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这算是哲学史上一次颠覆性的看法啊。休谟的这套分析呢，对于人们的因果观的冲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大家知道啊，当时牛顿力学横扫欧洲啊，大家觉得啊，只要找对了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那种东西啊，人类就找到了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那么人类就可以预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了。但是休谟说，你找到的所谓的事物的原因啊，只不过是对经验的归纳所形成的一种人类主观的心理联想，并非是世界自身的客观规律。休谟这一观点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对所谓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必然性的信任开始崩塌。我们花大力气搞实验、积累数据，就是想找出可重复、可预测的因果关系啊。可是休谟提醒我们，你做的只是发现统计模式，而不是掌握了某种客观的必然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们在说只看相关不问因果的时候啊，总要提到休谟，就是你看到2个变量总是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确实呢，后世的很多科学家就受到了休谟的影响啊，干脆就认为科学研究无需关注因果关系，而只需要关注相关关系就够了。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就认为啊，科学研究啊并不是寻找原因的，而是描述现象间的统计相关关系。这意思就是说呢，你作为一个科学家，只需要拿着你的小本本，如实的记录下来，先发生了什么，后发生了什么啊，先是太阳出来了，然后石头跟着发热了，你如实记录下来就好。而至于两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啊，这个问题不重要，你只需要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关系数就好了啊。相关系数这个概念就是皮尔逊提出来的。现在的大数据分析的主流路线走的也就是这么一条路子啊，就是只看相关不问因果啊。我们之前开题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经典案例啊，就是统计研究发现，在超市买尿布的顾客更容易买啤酒，这两者之间啊有高度的相关性。但这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吗？不知道，是因为年轻的爸爸们总被派去买尿布，还是因为喝啤酒的人大多是刚生孩子的父亲？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我们仅凭相关性啊，就可以指导超市老板的行动了，那就是把货架上的尿布和啤酒放在一起，这样销量就会提升，这就够了。我们说回休谟啊，休谟解构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认为因果观念只是人主观的习惯性联想。当然了，休谟也并没有否认这种因果观念的实用性啊，就像刚刚我们说的，相关虽然不等于因果，但相关性足以指导我们的行动的。休谟也承认啊，要是我们每天都在怀疑火会不会突然就不烧人呢？酒喝下去会不会突然就不醉人呢？那也根本没法生活了，对不对？虽然因果观念只是习惯性联想，但是人要正常生活下去，还是要遵从习惯的力量的啊。用休谟的原话说，就是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休谟解构因果关系啊，并不是要否认人们的因果观念的实用性，
但是毕竟作为哲学家，休谟有必要在理论上挑明，在逻辑和经验之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凡是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归纳出来的因果关系，都不是客观的和必然的。这就是休谟的因果观。在当时牛顿力学横扫欧洲、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休谟却冷不丁地从哲学上泼了一盆冷水，把亚里士多德留下的因果是世界自带的秩序这套信念教得七零八落。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解构呢，不仅挑战了当时科学界的主流共识，也深深地冲击了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这就是康德康德比休谟小13岁当他读到休谟的著作的时候，简直如五雷轰顶，三观崩塌。因果关系不存在了用康德的原话说，就是休谟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康德开始意识到就如果因果关系只是心理习惯的话，那么所有基于因果推理的科学知识，也就是所有的物理学规律、所有的自然法则，都将失去它的普遍必然性。那这样的话，整个科学大厦就会失去哲学上的根基，沦为经验素材的堆砌。那这样的话，那物理学就真的成机油了。在当时那个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何以维系？这一问题就成了康德所面对的最大的难题，也是休谟留给他的最具挑战性的哲学遗产。由此，康德开启了自己的哲学之路，他要正面回应休谟提出的挑战。康德要在那个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从哲学上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奠基。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康德出场。在进入康德这一趴之前先插播一个环节就澄清一下咱们这个大问题 Dialectic 这个哲学小频道的定位就是我做的这些节目它是娱乐节目哪怕是所谓的知识娱乐节目，它也是娱乐节目嘛。它出于对这个大问题的争论，它有趣，它好玩，它有意思，才吸引大家伙来看的，而不是出于什么我要学哲学才来看咱们节目的，对吧？所以呢，咱们这个节目从来不教授哲学我在节目里面讲到的一些哲学知识并不是为了讲哲学讲哲学而是为了作为本期大问题中的某个哲学家用来争论的一个论据来用的所以再说一遍咱们是个娱乐节目不是教学节目但是呢，不得不说呢，有很多朋友还是通过咱们大问题节目，对哲学感上了兴趣了。就是有很多朋友私信我说就是看了咱们节目以后，转头就下单买了什么西方哲学史或者什么西方哲学50讲之类的书籍可是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就是翻开这个哲学书真是读的云里雾里基本上买来的哲学书读不超过10页就摆在书架上吃灰了。很多朋友反馈说就是这个哲学书怎么这么晦涩难懂，不说人话怎么跟夏先生在节目里面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呢？这个自吹自擂一下，我在这个互联网上做哲学内容差不多10年了吧，我的知识水平有多高不敢说但是把哲学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晦涩难懂不说人话的学问讲的让我们非专业的观众或者读者能听明白，甚至还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本领所以呢，应很多观众朋友想学哲学但觉得自己读不懂的这个需求呢我出了一门课我就不讲别的啦，就讲我的老本行哲学。节目不专门教哲学这个课就是专门教哲学的啦。这门课叫做看透世界100个哲学大概念，开悟人生其实就是我用100讲来讲明白讲透西方哲学重要的100个哲学概念或命题。比如什么是存在即合理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平庸之恶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些哲学概念和命题估计你都听说过，但是你真的理解它们是什么意思吗？我在这门课里面会把这100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或命题讲明白。这门课的底层其实是西方哲学史，但是呢，它又不是按照编年史或者人头史那样枯燥的讲而是把它模块化为100个重要的哲学梗来讲。这样呢就方便大家比较轻松愉快的学习，学了能记住，能有收获感，而且呢你以后在写作交流表达的时候就能用上这些经典的哲学梗，对吧？这显得多有文化，对不对？而且我在讲授这些哲学概念或者命题的时候肯定不是单纯的词条解释这个 ChatGPT 就能做到而是呢这个哲学概念它的前因后果，它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被提出，以及它在后来被怎样的继承发展或者遭到批评，甚至它对我们今天的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启发我尽量还是按照这样的脉络来讲的总之就是让你觉得有意思，能学明白，并且印象深刻。课程的报名地址呢就在评论区的置顶链接那里目前这门课程刚刚上线赶紧趁这个时候买，还能享受早鸟价减免100元，先到先得。而且呢，你报名这门课还有机会加入一个学习小组我会在里面答疑。
大家报名人多的话，大家在这个学习小组里面一起讨论哲学也热闹点嘛。你要是能从头到尾看完这100讲的哲学课，能让你看透世界，理解人性，开悟人生啊！现在关于咱们这个哲学课就说到这儿了，康德要等不及了，待会看完这期节目别忘了报名咱们这个哲学课啊！好，接下来有请德国哲学家康德出场。我们即便是还没上过哲学课的朋友都知道啊，康德是近代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啊。而这位大哲学家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哲学理论啊，就是被休谟刺激出来的。康德哲学的一大努力就是要对休谟挑战因果关系做出回应。可以说啊，康德是否成功回应了休谟问题啊，决定了康德哲学是否立得住脚。那康德是怎么回应休谟的挑战的呢？康德使用了接话发就是先把休谟的看法接过来，说对，您说的对，以此来化解掉休谟挑战的攻击性，然后呢，再4两拨千斤，再发出自己不同于休谟的看法。好，我们先说康德同意休谟的地方。休谟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我们在经验世界里面从未直接观察到过因果关系本身，我们观察到的是事件 B 总是在事件 A 之后出现，于是我们从主观上建构了 A 是 B 的原因。康德说，没错，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确实就是我们人类主观建构的，没问题。甚至呢，康德比休谟走的还更极端一些就是不仅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人类主观建构的，康德认为我们关于事物的一切认识都不是事物自带的，都是人类主观建构出来的。比如说呢，当我们看到眼前有一个苹果我能通过我的视觉感受到它是红色的我能通过我的触觉感受到它丝滑的手感和它的重量我能通过我的味觉感受到它酸酸甜甜的味道等等等等。问题在于我们认识到的这个苹果的颜色手感重量味道是这个苹果本身自带的吗？这个苹果本身就是红色的吗？康德认为并不是的，苹果的这些颜色手感味道这些属性是我们人类主观建构出来的，因为我们人类有特有的感官和认知结构苹果的这些颜色、手感、味道这些属性都是透过了我们人类特有的感官和认知结构才被认识到的，这种对苹果的认识当然是人类主观建构的。康德把这些透过我们人类特有的认知结构得到的关于苹果的认识，这种主观建构叫做现象或者表象。但是撇除这些主观建构出来的现象，你如果再问我你一定要问我苹果的客观的本质是什么？问如果脱离我们人类的感官和认知结构，这个苹果本身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了。问苹果本身是什么，就像问一个盲人红色是怎样一种颜色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康德把这个事物本身叫做物自体，或者翻译叫做自在之物 things in themselves 德语原文叫做 Ding an sich。我们只能认识物自体刺激我们的感官和认知形式而被我们主观建构出来的现象，而关于这个物自体本身，我们无法对其做出任何描述。物自体无法认识，物自体不可知。所以在康德的这么一通操作之下我们再说回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挑战这康德当然也认为因果关系也是人类认知结构的一种主观建构是现象世界里面才有的。这因果关系并不是物自体自带的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感知到事物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换另外一种有着完全不同认知结构的物种比如说昆虫所感知的世界里面就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当然是人类主观建构出来的。好，这就是康德同意休谟的地方。因果关系是人类的主观建构，甚至康德比休谟走得更极端，一切认识都是主观建构。但是下面康德就要指出他不同意休谟的地方了。还记得上一趴结尾的时候，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吗？那就是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奠基。休谟认为科学知识是建立在因果推理之上的，而因果推理只是主观建构，因而科学知识都不具备普遍必然性。但是康德认为，即便建立在因果推理之上的科学知识是主观建构的，但它依然具有普遍必然性。怎么既是主观建构的，又具有普遍必然性呢？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康德是怎么样把主观性和普遍必然性勾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学过一点哲学课的话，就会知道休谟是英国经验主义阵营的哲学家什么叫经验主义呢？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心灵从这个世界观察接收到什么样的经验事实，就是如实的接受的不会给经验素材加戏一个典型的学说就是同属经验主义阵营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的白板说就说我们的心灵就像一块干净的白板上面呢没有任何标记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一样我们对于世间万物的认识
识啊，就是经验素材的原始堆砌啊。外界有什么经验事实，我们就会照单全收，一点也不加工。所以呢，正是在经验主义主张的这个对经验素材照单全收、一点也不加工的意义上呢，休谟才提出灵魂反问啊：我们收集到的这些经验素材里面，哪有什么因果关系呢？我们观察到的仅仅是事件 B 总是在事件之后出现，仅此而已。但是呢，康德认为啊，人类的心灵啊，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自带自身的预加工程序的啊，就是我们在接受经验事实的时候啊，并不是照单全收啊，而是我们在接受经验素材的同时，已经在有加工的接受了。我们接受到的经验都是已经被加工过的经验啊，就像我们前面举过的苹果的例子一样啊，我们认识不了苹果本身，我们只能透过苹果本身刺激我们的认知结构而产生的现象，而这么一个物自体穿过我们认知结构的过程，也正是我们的心灵预加工程序在加工经验素材的过程。而这些预加工程序是什么呢？康德把它叫做认知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我们的认知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把人类的认知结构分成了3层结构：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提供原始的材料啊，这就类似于经验主义者说的我们照单全收的原始的经验素材啊，是我们通过感官感受到的杂乱无章的经验素材，比如听到杯子落地的声音啊，看到水洒了一地。那知性呢，就如同加工厂，负责把这些材料整合成可理解的现象。这里的加工程序呢，也就是认知形式呢，使用的就是所谓的认知范畴啊，这其中就包括因果性的范畴。这理性呢，则是在更高层次上把这些表象进一步串成原则和体系啊，比如我们对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的理解。所以呢，因果关系啊，就是在人的感性、知性、理性中的知性这个层面中的因果性这个认知范畴所建构出来的。这个因果性的范畴啊，就是知性组织加工时间序列的一种方式。它让我们脑子里面有这么一根弦啊，就是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并且能让我们把时间上后发生的事物理解为由前面的事情导致的。如果没有因果性这样的认知范畴啊，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法形成认识啊，这个世界对我们就是一团乱麻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杯子掉地上，然后摔碎了，水洒了一地啊，我们说因为杯子掉地上，所以它摔碎了。这并不是我们观察了100个、1万个杯子掉地上以后摔碎了才总结出来的事后联想啊，而是我们在观察杯子掉地上的那一瞬间，就是通过因果范畴在观察它。如果没有因果性这个范畴啊，我们所有的感觉印象啊，都只是一堆散乱的杂多啊，就是这个杯子怎么就掉地上了，然后就怎么就摔碎了，怎么这水就洒了一地啊，我们看不懂啊，我们感觉不到这其中先后事件有什么关联啊，好像谁先谁后的也无所谓啊，就是一团乱麻。用这个看视频来打比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是自带因果范畴的看视频的话，我们就只能看到一帧一帧彼此孤立的画面，而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杯子掉地上摔碎了这样完整的视频。所以呢，因果关系啊，确实并不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而是我们认识世界必备的认知形式啊。康德把这些认知形式啊，也就是我们这里打比方说的预加工程序，称作是先验的啊，意思就是先于经验素材，并且使得我们对经验的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啊。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人类啊，就是自带因果范畴这套滤镜看待世界的啊，就像我们每个人从出生起啊，都被焊接上了一副眼睛啊，只要透过这个眼睛看世界啊，这个世间万物就被赋予了因果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并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那样啊，是从这个外在世界里面发现了因果关系。我们也不是如休谟所说的那样啊，在归纳了经验事实以后，事后习惯性的联想出了个因果关系啊。我们啊，是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就是拿着因果范畴这么一个预加工程序在认识世界的。因果关系啊，不是来自于经验，再说一遍，而是我们对经验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好，说到这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揭晓为什么康德能一方面认为因果关系是主观建构的，另一方面也能认为这种主观建构的因果关系也是普遍必然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这一套认知形式，这套预加工程序，这么一副认识世界的滤镜，是全人类都一样的，全人类都有一样的心灵结构，对吧？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是拿着同一套因果范畴这套滤镜认识世界的，对吧？这就相当于大家都是通过 Type-C 接口来接受世界的信息的。由于这个接口是统一的，那么人们接受到的因果关系的底层制式不就是一样的吗？所以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来自北京还是上海，无论你出自哪个国家，人与人之间都是拿着同一套因果滤镜认识世界的。这外星人来了有没有同样一套因果滤镜咱不好说啊，但只要你是个人儿，你都摘不下这套因果滤镜。
所以在康德看来啊，基于因果推理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啊，不是建立在它在物自体的世界那里有什么客观性啊，而是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的。就是呢，人与人之间的先验认知形式是一样的，对吧？大家都是同一套语加工程序，所以基于同一套语加工程序啊，对世界产生的认识，在人与人之间就是能达成共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康德也把这种主体间性称作是一种客观性。好，说完康德基于主体间性，那为科学知识奠定普遍必然性。那你可能会疑惑啊，就怎么说主体与主体之间能达成共识，就说它具有普遍必然性呢？这主体与主体之间必然会达成共识吗？是的，在康德看来，这种所谓的共识是必然会达成的，因为它是一种先天的共识。这就要说到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学说了。这休谟不是把人类的知识分成两种吗？一种叫做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啊，就是数理逻辑的知识；另一种呢，就是关于事实的知识，也就是建立在因果推理上的科学知识。休谟认为第一种知识才是普遍必然的，而第二种知识呢，由于都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因而不是普遍必然的。这康德呢，也大概套用了休谟的这一套分类啊，然后试图用魔法打败魔法。康德呢，也把所有知识分成两类啊，康德叫做两类判断啊，因为这个知识都是判断嘛，一种叫做分析判断，另一种叫做综合判断。这分析判断啊，就是谓词是包含在主词之中的，这个谓词呢是从主词那里分析出来的啊，比如说同义反复，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或者像 A 等于 A 这样的逻辑同义律啊，那这样的分析判断呢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这分析判断的普遍必然性啊，取决于它的先天性啊。这个先天的意思就是先于经验，就是不管经验世界天崩地裂、海枯石烂啊，不管你人在北京还是人在外星 ，A 都等于 A。但是呢，这种分析判断啊，并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啊增加新的内容，这同义反复就成天搁这儿呢，所以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这第二种综合判断呢，就是指谓词并没有包含在主词之中，这就增加了新的内容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知识了啊。比如说太阳把石头晒热了，对吧？这个石头热了这个事实啊，我们是不能从太阳的定义中给分析出来的，必须去观察经验事实才能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啊。因而呢，综合判断呢是后天的。康德这里说的后天啊，不是指明天的意思啊，这个后天的意思就是指来自于经验，就是通过经验观察才能得到的。但是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呢，休谟就认为啊，这种基于后天经验观察得来的知识呢，就不是普遍必然的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休谟就解构掉了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了嘛。但是康德这时候就站出来说啊，休谟啊，你说的这种知识啊，只是一种后天综合判断，这因果关系可不是这种后天综合判断哦。因果关系啊，它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你一听啊，什么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先天性不是只有分析判断才能有的吗？这综合判断不都是后天的吗？怎么综合判断也能是先天的呢？这一会儿后天，一会儿先天，到底是哪天呢？这个先天综合判断是何以可能的呢？康德说，为什么综合判断也可以是先天的呢？它的先天性取决于它的先验性啊。这兜兜转转又说回去了啊。我们的认知形式就是先于经验，并且使得我们的经验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嘛。先验的认知形式当然也是先天的，而先天性也就意味着一种普遍必然性。所以基于因果推理的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综合判断，也是一种先验的判断，因而也就是先天的判断，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必然性。论证完毕。还是要解释一下，怕听不懂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综合判断都是先天的啊。比如说太阳把石头晒热了啊，这就是一个后天综合判断。那确实呢，就像休谟说的那样，这确实就不具备普遍必然性，因为它是可错的嘛。而因果关系就不是这样的后天综合判断的，而是像一切事物都有原因这样的判断啊，这就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了。首先，它的谓词并不包含于主词之中，对吧？我们并不能从事物的定义里面分析出它就必然有原因，所以呢，它就提供了新的内容，是一种综合判断。其次呢，它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它是先验的，它并不是我们观察大自然以后才得出的认识啊，而是我们自出生起，我们的脑中就自带的预加工程序，因而它是先天的。所以呢，太阳确实不一定就是石头变热的原因，但你并不能说因果关系就不存在啊。
好了，康德的这个先天综合判断学说，咱们节目里面只能讲个大概啊，不能再详细讲了呀。毕竟咱们节目是个娱乐节目啊，不是专门讲哲学课的啊。你要是想学哲学知识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我开设的100个哲学大概念那门课程啊。那里面有关于康德哲学的详细讲解。好，说回来啊，康德的这么一通操作呢，就为基于因果推理的科学知识奠定了普遍必然性的基础，从而回应了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挑战。你觉得康德对休谟挑战的回应是成功的吗？康德完美的解决了休谟提出的质疑了吗？好，介绍完康德对休谟的回应啊，这时候呢，这接下来即将出场的大卫刘易斯在台下有点坐不住了啊！这个刘易斯不单单是哲学家，他也是逻辑学家。这刘易斯就说啊，就是你们这帮纯哲学家真够无聊啊！争论个什么因果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争论了半天，说因果关系是人类认知形式中的先验范畴啊，因果关系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但是我知道这个对因果关系的定义，它有什么用呢？它能帮助我具体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吗？这里康德啊说要为科学知识奠基，可是你提出的这个因果观能有效指导科研工作吗？啊，比如你导师问你这两个参数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你回答说这里面有一种先天综合判断，你看你导师会不会打死你？我们研究因果关系啊，应当研究出关于因果关系的操作性定义，就通过这个操作性定义呢，我们就能具体衡量两个具体事物之间是有还是没有因果关系的，而这就是接下来要出场的大卫刘易斯的工作了。好，我们有请美国哲学家大卫刘易斯出场。这康德给因果关系下的定义啊，更多是一种本体论的定义，而刘易斯提出啊，要给因果关系下一个操作性的定义，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两个事件之间有因果关系，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怎样才算是因果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本身是什么。这就是说呢，刘易斯要给因果关系提供一个判断模型。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因果关系呢？我们来举一个非常日常的例子啊，就是你今天上班迟到了，老板问你，你为什么迟到啊？你回答说，因为路上堵车了。老板质疑道，难道路上堵车真的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对吧？你怎么确定路上堵车和你上班迟到之间真的有因果关系呢？这时候刘易斯就会站出来替你翻译一下啊，你想表达路上堵车和你上班迟到之间有因果关系啊，其实你想表达的是，如果路上没有堵车，我就不会迟到了，对吧？这就是刘易斯提出的验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第一步，就是把有待验证的因果关系转换成一个逻辑上的反事实条件句。什么叫反事实条件句呢？这个反事实条件句讲的就是虽然现实中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如果不是这样的虚构场景，再看看在这个场景下是否还是会发生那个结果就是你如果想验证 A 是不是导致 B 的原因呢，你就去设想如果没有 A， 那么 B 会不会发生？那如果没有 A 就不会有 B 的话，那 A 就是 B 的原因。还是上班堵车的例子你想要验证路上堵车是不是导致你上班迟到的原因你就去设想另一个可能世界，在那里呢路况通畅，并没有堵车，那么你就能准时到公司，对吧？原来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所以你就可以判断路上堵车就是你今天上班迟到的原因。刚刚我们提到了可能世界这个概念说是设想另一个可能世界，如果没有 A 会不会有 B？ 这听起来挺科幻，对吧？我们之前有一期讲可能世界你的女友那一期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可能世界理论咱们讲因果关系这一期没必要那么科幻其实我们可以把可能世界理解为一种可能性，就是今天上班路上可能堵车也可能不堵车。这意思就是在有一个可能世界里面上班路上堵车了在另一个平行的可能世界里面上班路上就没堵车。那要验证现实世界里面 A 和 B 有没有因果关系就要诉诸另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里面如果 A 没发生 B 也没发生，那 A 和 B 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就有因果关系。注意我们诉诸的这个可能世界必须是一种与现实世界最邻近的那个可能世界什么叫最邻近的可能世界呢？意思就是说你设想的这个可能世界它相比你所在的这个现实世界它修改的设定比较少。别你为了验证今天上班迟到的原因设想出这么一个可能世界，这上班路上又是台风又是地震这绿巨人浩克还跑出来毁坏交通设施那这干扰变量就太多了，就没法验证原因了。最邻近的可能世界就是它和你现实所在的这个世界其他的设定都是一模一样的，仅仅是今天上班路上没堵车简单说就是你要控制变量嘛。
那有了这样通过诉诸最临近可能世界的反事实条件句，我们在生活和科研活动中就可以拿它来验证因果关系了比如说呢，一款新药对治疗疾病有没有因果关系，我们就可以设想两个临近的可能世界，一个可能世界中的病人吃了这个药，而另一个可能世界中的病人其他条件不变，只是没吃这个药我们再来看这两个可能世界中的病人的疾病会不会被治愈这就是我们现在做医学实验中的常用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嘛。好，现在我们知道了，通过诉诸最临近可能世界的反事实条件句，就能验证两个事件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呢，如果没有 A 也没有 B， 那么刘易斯就把 A 和 B 的这种关系呢叫做反事实依赖关系。刘易斯认为呢，只要是具有反事实依赖关系的事件，就具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本质就是反事实依赖。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就是有些没有反事实依赖关系的两个事件那其实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就哲学界里面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叫做抢跑问题或者翻译叫做先发制人问题就说呢，有苏西和鲍比两个熊孩子，他们用石头砸同一块窗户玻璃，苏西先扔出了石头石头击中了玻璃，玻璃碎了。鲍比也扔出了石头只不过他的手速比苏西慢一点他扔的石头飞到窗户那的时候呢，这个玻璃已经被苏西扔的石头砸碎了。好，现在问题来了请问玻璃碎了这件事儿是否反事实依赖于苏西扔石头？就你会发现它并不依赖因为如果苏西没扔石头，这玻璃依然会碎掉因为鲍比随后也会把玻璃砸碎，对不对？因此呢，苏西扔石头和玻璃碎掉之间就并没有反事实依赖关系。但是你就能说苏西扔石头就不是玻璃碎了的原因了吗？我们显然不能认同这种结论嘛。其实这是早期刘易斯因果理论的一个 bug 或者说理论不完备的地方在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以后呢，刘易斯就试图来填补这个不具备反事实依赖关系但依然具有因果关系的这个 bug 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引入了因果链条的说法，就是两个没有直接反事实依赖关系的事件呢，我们还得考察它们是否具有间接的反事实依赖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看两个事件之间有没有中间环节，使得这个链条上相邻的两个事件之间都具有反事实依赖关系还是拿抢跑问题来说事件 A 苏西扔石头导致了事件 B 玻璃碎了，这两个事件之间还可以插入一个中间环节 C， 也就是苏西的石头飞向玻璃，从而形成了一个因果链条。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因果链条我们问事件 C 苏西的石头飞向玻璃是否反事实依赖于事件 A 苏西扔石头？答案是是的。如果没有苏西扔石头，苏西的石头就不会飞向玻璃了。好，我们再问事件 B 玻璃碎了是否反事实依赖于事件 C 苏西的石头飞向玻璃？答案也是是的。如果苏西的石头没有飞向玻璃，玻璃就不会在那一刻以那种方式碎了。我们看在这条因果链上每一步都满足反事实依赖条件句。因此呢，即使最初我们发现事件 B 玻璃碎了并不直接反事实依赖于事件 A 苏西扔石头，但通过这条链条上相邻的节点之间都具有反事实依赖关系，我们仍然能够确定苏西扔石头确实就是玻璃碎掉的原因。这种虽然因果链的两头不具备直接的反事实依赖关系，但通过链条串联起来的间接反事实依赖关系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呢，中间的环节可以不止一个比如说呢，某地夏季气温升高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再导致主食价格上涨，再导致居民饮食结构改变也就是少吃谷物了，再导致居民摄入碳水减少，血糖水平发生变化虽然这个链条两头的事件也就是气温升高和血糖变化没有反事实依赖关系，因为就算气温没有升高，血糖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发生变化，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链条上的每两个相邻的节点之间都有反事实依赖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说气温升高就是导致血糖变化的原因。由此呢，刘易斯通过提出因果链条，就填补了用反事实条件句来定义因果关系的不完备之处那现在呢，我们依然可以说因果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反事实依赖的关系只不过呢，有的是两者之间的直接的反事实依赖关系，有的是通过因果链条串起来的间接的反事实依赖关系。大卫·刘易斯提出了这一套用反事实条件句来解释因果关系可以说是在学界石破天惊因为他不再像以往的那些纯哲学家，就是提出一些概念上的关于因果关系的定义，但不具操作性。刘易斯说，如果没有 A， 那么没有 B， 因此 A 和 B 就具有因果关系，这就具有了操作性，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模型去验证现实世界里面的具体的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啦。但是呢，虽然刘易斯提出了这套因果理论在学界石破天惊，但依然遭受到不少学界的批评就是你刘易斯的因果理论主打个可操作性，那对这套理论最多的批评依然体现在
就这套理论其实也不是那么具备可操作性嘛。首先，你的这个反事实依赖啊，是建立在一套可能世界的理论之上的啊，就说要找到那个最临近的可能世界，看看如果 A 不发生 ，B 会不会发生。但问题在于呢，到底什么是最临近的可能世界？谁说了算？怎么比较两个可能世界之间的相似度？这个判断啊，既没有客观的标准，也没有实用的操作方法，只能靠主观臆测啊。比如说，你问，如果我没错过地铁，我今天还会不会迟到？这刘易斯的意思就是说呢，啊，想象一个最临近的可能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呢，你没有错过地铁，然后观察你有没有迟到。但实际你会发现啊，你是因为出门晚才错过地铁的吗？还是因为地铁延误才导致你迟到的？是不是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根本就不会出门呢？对不对？这就说不清楚了。哪个世界更临近啊，就高度依赖于不同的人的直觉。这说是可实操，但其实就是拍脑袋。对刘易斯的因果理论缺乏实操性的另一个批评就是你的这套反事实条件句的理论啊，没法算概率啊。就是对刘易斯的理论来说啊，因果关系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知道啊，因果关系不是这样非黑即白的呀，而是有一定的概率分布的呀。比如说吸烟是否会导致肺癌？按照刘易斯的反事实推理呢，我们就问啊，如果这个人不吸烟，他一定就不会得肺癌吗？这就问不出个啥。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有些人不吸烟也会得肺癌，而有些人呢，由于基因或者体质的原因啊，那就算吸烟也不大容易得肺癌。所以啊，我们应当问的是，吸烟是否显著提高了得肺癌的概率？而这就需要算数，就需要借助统计学的力量了。显然，刘易斯的因果理论并没有这一层面的考量。这也是即将出场的朱迪亚·珀尔对刘易斯的因果理论的批评。由于缺乏数学工具，刘易斯的因果理论依然不够实操化。而在概率和统计的意义上，进一步将因果判定模型实操化，这就是朱迪亚·珀尔的工作了。好，接下来有请以色列裔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朱迪亚·珀尔出场。这个朱迪亚·珀尔呢，也就是前2年市面上很畅销的那本书《The Book of Why》的作者啊。这本书2018年上市呢，第2年就被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的书名啊就叫做《为什么》。这个朱迪亚·珀尔呢，和上一趴的大卫·刘易斯啊，这2人啊都是哲学家，但是呢，这2人啊也都不是纯哲学家，他们都还有各自主攻的其他领域啊。这刘易斯呢同时也是个逻辑学家，所以呢，他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呢，就是从逻辑学层面给出的反事实条件句。而珀尔呢，同时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他是这个2011年图灵奖的得主啊。所以呢，作为计算机科学家的珀尔呢，就更加力求要把对因果关系的理论啊给实操化。那实操到什么程度呢？实操到能把它写成代码，能教会计算机理解因果关系。上一趴结尾呢，我们也提到了珀尔对刘易斯的因果理论的批评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这珀尔对刘易斯通过反事实条件句来判定因果关系啊，还是高度赞赏的，觉得这个洞见呢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问题就在于呢，用反事实条件句来判定因果关系啊，在道理上确实没错，但具体怎么操作啊，这珀尔就不认同刘易斯了啊。这刘易斯的方法呢，是通过诉诸最临近的可能世界，看看 if not A then not B， 这就比较拍脑袋了，对吧？在珀尔看来啊，你得用一套数学工具，得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算出因果概率，那这才是真正的客观的可操作的可做实验的因果模型。因此呢，珀尔自己提出了一个因果关系的定义，来替代简单粗暴的 if not A then not B 的模型来判定因果关系啊。那珀尔给因果关系下的定义啊，长这个样啊，大家不要怕啊，虽然是数学公式，但我大概讲解一下，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关于因果关系的定义啊，用人话说就是，如果你人为的对 x 做一个干预动作，导致 y 的概率分布发生了改变，那么 x 就是 y 的原因这其中的关键词是干预这个定义啊，其实也就是珀尔的干预模型我们把这个定义拆开成干预模型，一个一个来讲就能理解了我们先来看最左边的这个 p(y)x这个我们上过中学的时候都学过嘛，就是条件概率嘛。这意思就是在 x 已经发生的条件下 y 发生的概率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 x 在多大概率上是 y 的原因，对吧？举例子来说吸烟在多大概率上导致了肺癌我们就可以写成 p 肺癌竖杠吸烟比如说呢，你是一位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吸烟和肺癌的关系你把人群分成了2组，吸烟的人和不吸烟的人这对应着中间这个公式就是 x 等于吸烟意思就是这是吸烟的这一组，以及 x 等于不吸烟意思就是这是不吸烟的这一组
而这个大 X 等于小 x 啊，是指事件大 X 的不同状态啊。如果 X 是吸烟，那小 x 可以是指吸烟以及不吸烟。那如果大 X 是指太阳出来了，那小 x 可以是指出来了以及没出来以及出来一半啊。这取决于你的实验设置啊。好，说回吸烟啊，你观察发现啊，吸烟者这一组患肺癌的概率是20%，不吸烟者这一组患肺癌的概率是10%。于是你就得出结论说，吸烟会导致肺癌，吸烟就是肺癌的原因。能这样吗？答案是并不能，这个结论并不可靠。为什么呢？因为你单纯通过观察就得出结论的话，并没有排除混杂因子的干扰。那什么是混杂因子呢？这个混杂因子也就是一种干扰因素比如我们看下面这幅示意图我们看得到的是 X 和 Y 之间好像有个因果关系，也就是 X 导致了 Y， 但其实我们没看到的实际情况是 X 和 Y 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Z， 这个 Z 一方面导致了 X， 另一方面导致了 Y， 这个 Z 就是混杂因子， Z 混杂了 X 到 Y 的因果关系。拿吸烟和肺癌的例子来说有可能并不是 X 吸烟导致了 Y 肺癌，而是有一个共同原因 Z 比如说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一方面更容易吸烟，以及压力大的人另一方面更容易得肺癌。或者呢，这个 Z 干脆就是一种特殊的基因有这种基因的人呢，一方面更容易吸烟，另一方面更容易得肺癌，对不对？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呢，破尔的干预模型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考察因果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个混杂因子给排除出去，对吧？如果不排除混杂因子 Z， 就贸然说吸烟导致肺癌，这在做科研的时候就犯了混杂偏误这就是经典的相关不等于因果的问题了嘛。那么怎么排除混杂因子呢？好，我们说回到公式板书那里去你就得干预，得 do something得有个 do 在其中这就是右边的这个公式了，这才是破尔的干预模型的精髓中间的这个没有 do 的公式叫做观察，而右边这个有 do 的公式才叫做干预。那么怎么干预呢？就是你得随机抽取人群，这里面有吸烟的也有不吸烟的，你作为实验人员不是按照吸烟或者不吸烟来划分人群的，而是你得主动的去干预，你得 do something也就是随机把人群分成两组，然后强行告诉第一组说，你们从今以后必须给我吸烟强制要求他们都吸烟，以及强行告诉第二组说，你们从今以后一根烟都不能抽，强制他们都不能抽烟。然后再对比干预过的两组，他们分别得肺癌的概率分布有什么差别，对吧？你这样得出的概率才排除掉了混杂因子，才能干干净净的考察 X 与 Y 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当然强制让受试抽烟那这种实验肯定是没法做的。我这里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干预模型，拿这个例子来说事儿嘛。我们还可以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考察名校学历对人40岁时候的收入的影响，对吧？现在不都说要考上个985双一流的大学嘛？说是上不了名校的话，毕业以后薪资待遇就很低，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其中的因果关系。那这时候呢，你就不能停留在观察层面就是把人群分成上过985双一流的人为一组，以及上的是什么名本双非的人为另一组然后再对比他们40岁时候的收入那这样你就没有排除掉混杂因子，因为可能你得出上名校的人收入更高的结论呢，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混杂因子 Z 比如说家庭条件好家庭条件好的人更容易上名校，以及家庭条件好的人更容易找到收入高的工作。你得排除掉这些混杂因子，单纯看收入和名校学历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得干预，你得 do something， 那就是随机抽取一帮高3毕业生甭管他们的智商、家庭条件以及长得是否好看随机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人为的让他们上名校，另一组人为的不让他们上名校，然后再看他们40岁时候的收入是否有显著的差异。那这样经过干预才能真正捋清名校和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总之呢，这个干预模型的核心精髓呢，就是你得主动的去干预，而不是被动的观察。那被动观察呢，只能得到相关关系，而只有主动干预才能排除混杂因子，得出干净的因果关系。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破尔对因果关系下的这个定义就一目了然了。这个定义就是，如果你人为的对 X 做一个干预动作，导致了 Y 的概率分布发生了改变，那么 X 就是 Y 的原因。
当然破尔的这个定义或者干预模型算出来都是概率分布这其中就牵涉到很多统计学的东西了我们这里就不必细说了总之呢，这个数学化的干预模型它能算出具体的概率分布，这就比刘易斯简单的一句 if not A then not B 就更具实操性，就可以用来做实验了，对不对？破尔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呢，他的一大努力就是教会机器理解因果关系。在破尔的干预模型的基础之上呢，破尔进一步把他的因果模型函数化、算法化，提出了结构方程模型，用来明确表示一个变量是如何由其原因决定的。我们知道著名的贝耶斯网络就是破尔提出并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的。在贝耶斯网络中节点之间的箭头主要表示的是条件概率之间的依赖关系，而破尔的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给这些箭头赋予了因果含义。其中 xi 就是系统中的一个变量， pai 就是 xi 的直接因变量，也就是所谓的负变量 parents，ui 代表的是背景噪音或者其他无法观察的因素这对人工智能来说这种因果模型尤其有用因为主流的传统机器学习模型呢，主要擅长发现相关性，但是呢，不能理解因果的机器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虽然破尔是主流传统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破尔现在也是主流的基于大数据统计的人工智能的激烈批评者。他认为现在主流的人工智能只停留在我们之前说的观察的层面，只能理解相关性。而破尔要干的事情就是想让 AI 获得真正的智能，那就是能够理解因果关系的 AI。而一种可以算法化的因果模型可以帮助 AI 理解干预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做出比如说这样的推理就是如果我做了 X 会导致 Y 吗？那这种能够理解因果关系的 AI对于机器做出规划、决策、诊断、自动驾驶等任务都非常关键总之呢，破尔是真的想教会机器理解因果关系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回想康德的因果观在康德那里呢，因果性是人的认知结构中的认知范畴，是人类心灵在认识世界的时候的一套认知加工程序到了破尔这里呢，破尔则是想要把康德所说的这套人类独有的认知加工程序给提取出来，把它形式化、算法化，把它写成代码，并教会给机器，让机器也能像人一样能够理解因果。一个能够理解因果的机器，在破尔看来，某种意义上也就具有了自由意志。什么是自由意志呢？人当然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在破尔看来人的自由意志的根源恰恰就在于人具备建立反事实推理的能力。也就是说呢，我们人无论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情但我们总可以设想，我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的如果我不这么做，事情会变成怎样，对吧？这也就是刘易斯所说的 if not A then not B 的反事实推理嘛。在破尔看来，人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反事实推理的能力，因而具备了自由意志，人总是可以设想另一种可能性的，对吧？而破尔已经把刘易斯的反事实推理进一步形式化为干预模型和 SEM 结构方程模型的，也就是说，自由意志也是可以形式化、算法化，也是可以写成代码交给机器的。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机器能够理解反事实问题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做出一个向左转的决策，它同时也可以评估，如果我右转了，是否更安全？当机器学会思考我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的时候，当机器也学会设想另一种可能性的时候，机器也就拥有了自由意志。好，介绍完朱迪亚·破尔的因果模型以及他的因果观，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因果关系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分享了5位哲学家对因果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简单总结一下，亚里士多德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是事物自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呢，科学家们虽然摒弃了亚氏的目的因，而只关注动力因，不过和亚氏一样，近现代的科学家们也认为动力因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之上的。
休谟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上的，而是人类看到反复横长连接出现的事件以后，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习惯性联想，因果关系不具备必然性。康德认为，因果关系确实是主观的，因果关系不是来自于经验，但却是我们对经验的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因果性范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认知形式，是预加工程序，而这种认知形式是先于经验的，因而因果关系是普遍必然的。刘易斯从逻辑学上为因果关系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那就是因果关系是一种反事实依赖 ，if not A, then not B， 那么 A 就是 B 的原因。霍尔为因果关系下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定义，这也就是他提出的干预模型。如果你人为的对 X 做一个干预的动作，导致了 Y 的概率分布发生了改变，那么 X 就是 Y 的原因。今天介绍的这5位哲学家对因果关系是什么的看法，你认为其中谁的看法更有道理一些？或者关于本期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有道理的回答？今天我们探讨的因果关系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我们关心它，其实就是源于人类总是充满了对问为什么的好奇。我们总是爱问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天性。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我们探究知识就是为了询问事物的原因和本源是什么。我们人类从天性上就爱问为什么。所以呢，这也不难想见哲学和科学的诞生就是起源于包括泰勒斯在内的一帮古希腊哲学家的一句灵魂追问：万物的本源是什么？当然，有的说是水，有的说是火，有的说是树，有的说是原子。即便他们给的答案不一样他们都是在追问原因。这世界万物的原因是什么？正是凭着这种对原因的永恒追问，才推动了人类知识的发展。今天我们需要回过头来追问因果关系本身是什么。我们如此这般的追问原因，这原因在什么意义上是真实存在的？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本期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里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当然也别忘了报名参加我们的哲学课程，看透世界，100个哲学大概念，开悟人生。感谢各位。